雪晴，这辈子太苦了。要是当初我娶了江家千金，你就不用跟着我吃一辈子苦，身体落下一身病根，连个送终的孩子都没有。放屁！你娶个试试。我拼尽最后一口气，扯着嘴角嗤笑。话音落，心脏骤停。在正午，我回到了婚礼当天，我一身白纱站在门口，他却牵起了甄千金的手。月月答应了，我们只是形式婚姻，等拿到江家的项目资源，我立刻和他离婚。而且她怀孕了，我会负责她和孩子的抚养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气笑了，第一次知道婚礼和结婚证上的新娘还能是不同的人。我转头就走，他慌了，连忙追出来。雪晴，我爱你，只是一场婚礼而已，这样我们可以活得很轻松。看着与前世不同的他，以及江明月还不显怀的肚子，我慢半拍地意识到，他也重生了，还比我早到有时间去弥补他前世的遗憾。爱我，却要为了钱娶他。那我亲爸是首富的话，你就要上杆子入赘了。那当然了，正好我那么爱你。你想得美！我嗤笑一声，转身离去。因为我真的有一个首富亲爸。婚礼进行曲响起，我甜蜜地看向我的新郎，却见陆修远正望着宴会厅另一侧的门，那里还站着一个新娘。江明月，江家失而复得的真千金，而我是江家的假千金。我正纳闷怎么回事时，他牵起了他的手。我看向我的养父，他紧急避开我的眼神，显然对此他早有预料。倒是陆母一脸震惊，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但震惊过后，他眸带惊喜。虽然他不知道我是江家的假千金，但他向来对我不太满意。他觉得我事业心太重，没办法照顾好他的宝贝儿子。我和陆修远是大学情侣，如大多数大学情侣一样，在图书馆偶遇，一眼万年。俗套的可以，但我们俗套的开始，并没有俗套的结束。他认识我时，江明月还没被找回来。我是江家唯一的大小姐，他一个穷学生，总觉得高攀了我。大二那年，一个普通的周末，我回家换衣服，打算和陆修远出去约会。刚进家门，却看到家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恶意。父亲递过来一张亲子鉴定书，你同我并无血缘关系，她才是我的亲女儿。不过他并不算绝情，没有将我扫地出门，只是把原本给我的资源全都给到了江明月。我不怪他，甚至我会主动让出一些东西，直到父亲找到我，让我让出陆修远。那晚，陆修远花光了所有积蓄，买了一枚只有碎钻的戒指，跪在宿舍楼下，高调向我求婚。所有人都说他急不可耐，想攀高枝，只有我知道，他是在告诉我，无论贫穷富有，他都会同我一生相依。江明月因此闹了自杀，江父大怒，停了我的生活费，也给陆修远的实习使了绊子，日子一下子变得拮据，我们却乐在其中。一毕业就迫不及待的完婚，开始相濡以沫，累着苦着依然爱着的日子。兴许是累过了，可能是错过了，我们一直怀不上孩子。他亲吻我的额头。没关系，我也想和你过一辈子的二人世界。就这样来到了暮年，我们一起搬进了养老院。这一生也太辛苦了。若我当初娶真千金，你是不是就不用跟着我受一辈子苦？我掐了下他腰间的软肉。你娶试试。在睁眼，我们的婚礼上，江明月同我一样，一身嫁衣。他拉着江明月的手朝我缓缓走近，他压低声音：月月答应了，我和他只是走个过场。等拿到江家的项目资源，我立刻和他断干净。我难以置信地望着他。所以他是想两个都娶，前世没有这一出啊。雪晴，你信我，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这场婚礼不过是个幌子，谁也抢不走你的位置。可是除了我们，所有人都会认为你和他是夫妻。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相爱，不就够了吗？这样我们会得到江家的助力，生活会变得很轻松。而且明月怀了孩子，我会按月给她抚养费，绝不会让她打扰我们，我们的人生会很圆满。我知道他也重生了，还比我早，不然江明月不会连孩子都有了。原来前世他说想娶江明月的话不是开玩笑，是他真心实意的幻想。脑海中不自觉浮现前世。买菜的路上路过宴会厅，
他看着穿着晚礼服出入的人时，会露出艳羡的目光，以及之前医院的同事的升职宴时，回来他有些微醺的靠在我的肩上。当年他还不如我呢，我要不是哪轮得到他？还有去参加邻居孙子满月宴，他不自觉畅想，如果我们也有孩子，现在也该当爷爷奶奶了吧？我之前只当他只是随心性感慨，毕竟人生哪有圆满，永远不要美化那条当初没选择的路。现如今，我看着他握着江明月的手，彻底懂了，他不是感慨，他是后悔。既然你早已做出了选择，你大可以提前告诉我，一个婚礼两个新娘，你不觉得很可笑吗？雪晴，我不想委屈了你，想给你一个仪式。虽然一会儿司仪会先介绍他，但我想你知道，在我心里，我娶的是你。江明月拽了拽陆修远，他站直身体，结束同我的耳语。现场的这位是我们新娘江明月的姐姐，她舍不得唯一的妹妹出嫁，所以盛装出席。宾客恍然大悟，原来是姐姐啊，我还以为抢婚呢。那也太戏剧了，江家怎么说也是豪门，怎么可能让这种事发生？姐妹感情好好啊，我也想有个姐姐。入耳满是恭喜的话语，我抬头盯着陆修远，满目失望。他想走捷径，我不怪他，可他不该既要又要，选了前途还要爱情，更不该将我架在这上百名宾客前，强迫我接受他的安排。我一把夺过司仪的话筒，刚要开口，陆母过来握住了我的手。雪晴，你可真是好孩子，特意从外地赶来祝福修缘和明月。我知道他怕我戳穿陆修远的谎言，更怕陆修远娶不到贤妻。江明月追求陆修远时可没少讨好陆母，比起我这个整日忙得不见人的儿媳，显然江明月更合他意。这祝福我送不了。陆修远要来抢我的话筒，我语速飞快，因为我不是江家的真千金，当年医院报错了，话筒被夺走了，但重要的话我已经说完了。陆修远握着话筒，为什么？前世婚前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告诉陆母假千金的事，陆母本就对我不满意，若是再没了家世加持，我们的婚事会困难重重。今日我当着他的面直接说出真相，就是彻底断了我们未来在一起的可能。我没回答，因为我决绝的眼神已经告诉他我不要他了。他彻底慌了，表情错愕。我知道他知道我也重生了，因为他太笃定我对他的感情，他确信我会成全他的两全其美。可我如今哪会轻易被男人的花言巧语欺骗？他在顾不上其他，放开江明月的手，紧急走到我面前。雪晴，你别乱说。我翻出手机里存的亲子鉴定，举到了陆母面前。陆阿姨，我乱说了吗？陆母喜上眉梢，真不是亲生的。豪门帮别人养了多年的女儿，多少是要被外界怀疑判断能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江明月已经回来了，江父却一直没有对外宣布我的真实身份。我冲江父鞠了一躬。各位，我今日其实是来辞行的。之所以穿成这样，是因为我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他们非要为我办认亲宴，今天在市礼服。你找到了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雪晴，你别说气话，你知道的，我爱你，你介意我就不娶她了。我嗤笑，爱我，却能为了钱娶她？那我爸是首富的话，你是不是得迫不及待地坠给我？要是那样就好了，他眼泪滑落，我们就可以不那么辛苦。我脑海中浮现前世的光景。原来我以为十分幸福的时光，在他眼里竟只剩辛苦。我一根根地掰开他的手指，扬声道：妹夫，你这样不太合适吧？陆修远并不愿意就此放开我的手，我越掰他攥得越紧，周围宾客也逐渐看出其中门道。这真的是姐姐？我怎么看着新郎看姐姐的眼神比看新娘还深情？哎，豪门里的事儿少打听，门道多着呢。你没听刚刚那女的说是假千金吗？搞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才临时换的结婚对象啊！那这也未免太势利了。你懂啥？在钱面前，爱情算个屁！陆修远哭着冲我摇头。雪晴，不是的，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你比钱重要的太多，我只是想两全其美而已。如果你不愿意，我不娶她便是。陆修远是个坚强的人，前世他能从一个小乡村拼搏到在大都市扎根，完成阶级跨越，就足见他的坚韧。虽然很辛苦，我也背着他提供了不少助力，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现如今，那个坚强的男人满眼泪光，冲我说着挽留的话语。我该被打动的，可我只觉得太迟了。放手！不放。
我们陷入僵持，最终还是陆母拉着江明月走至他的身侧。明月怀孕了，站不了太久，雪晴有事，就让她先走。他望向江明月的肚子，犹豫了。我释然一笑，趁机抽回手，转头毫不犹豫地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身后传来他挽留的声音，但那声音越来越远，他没有追出来。宴会厅的大门开了又合上，所有的喧嚣在此刻被隔离。我透过玻璃看到了盛装出席的自己，前世白首偕老的人，这一世却分道扬镳，说不上是不舍多一些，还是庆幸多一些。我不想被人看到如此狼狈的一面，所以我找了个角落。我正腹诽为什么婚纱上没有可以装纸巾的口袋时，面前突然多了一张纸。我转头对上了一张有些熟悉的脸，我细细回忆，才终于忆起他的身份：唐子轩，京都顶级豪门唐氏集团的独生子。前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是要嫁给他的。可偏偏造化弄人，我身为林氏集团的千金，却被阴差阳错抱至江家，一养就是20年。这20年里，我顶着江家大小姐的名头，享受着优渥的物质生活，却从未感受过真正的家庭温暖。江父的心思永远在生意和不同的女人身上，家里的女主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个人都对我客客气气，却又带着显而易见的疏离。其实前世我和陆修远婚期将近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来找过我，他们拿着泛黄的亲子鉴定报告，红着眼眶告诉我：孩子，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你是我们失散了20年的女儿。林家早就和唐家订了婚约，是上一代老爷子们定下的娃娃亲，希望你能认祖归宗，履行婚约。我有考虑过回归林家，毕竟血浓于水，但后来听闻林家和唐家有婚约，我立刻就退缩了。这是上一代定下的事情，回归豪门就要承担豪门贵女联姻的义务，我不愿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愿我的婚姻变成一场利益交换。而且陆修远出身贫寒，哪怕联姻的事情有办法解决，往后亲戚间来往，他怕是要一直做小伏低。想到他要在那些出身优渥的豪门子弟面前卑躬屈膝，想到他要强颜欢笑地应付那些带着审视和鄙夷的目光，想到他要受一辈子的委屈，我不愿。我当时斩钉截铁地告诉亲生父母，我不会认祖归宗，我要嫁给陆修远。我记得母亲当时哭着拉着我的手，说我傻，说我以后一定会后悔。父亲只是叹了口气，留下一张银行卡。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林家永远是你的后盾。可现如今，我听着宴会厅里时不时响起的掌声，听着里面传来的新郎新娘百年好合的祝福声，只觉前世自己的选择真是可笑至极。原来他愿意啊，他愿意为了江家的资源，为了所谓的轻松生活，娶另一个女人，然后让我做那个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他愿意让我受尽委屈，愿意让我成为整个京都的笑柄。唇角尝到咸咸的味道，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没接唐子轩手里的纸巾，眼泪越流越凶，像是要把前世60年的委屈和今生的失望全都哭出来。我抬手刚要接过，他已经主动俯身，温热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眼角的泪珠。他的动作很轻，带着小心翼翼的温柔，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珍宝。眼前的俊脸突然放大，我有片刻的失神。其实他还算体贴，前世听闻我不愿认回林家，他有特意打电话过来。电话里他的声音低沉好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江小姐，如果你是因为婚约的事情担心，大可不必，我可以试着去想办法解除，不会勉强你。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嫁给陆修远了，我们很相爱。他沉默了很久，才听到他轻轻说了一句：好，祝你幸福。我结婚那天他未到现场，但有特意打电话祝贺，不过祝贺的话有些奇怪就是的。你确定这辈子就他了吗？确定啊。好，祝你幸福。电话挂断，我当时只觉得他有些莫名其妙，并没有放在心上。突然我意识到哪里不对，这一世我在我婚礼的宴会厅外遇到他，那是不是说明前世他也来了？只是当时我满心满眼都是陆修远，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陆修远的胳膊，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根本没有注意到宴会厅角落里那个默默注视着我的身影。他是不是就像今天这样，站在阴影里看着我嫁给别人，然后默默离开？于是我抬起头，看着他深邃的眼眸，轻声问：你怎么回来？他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我脸上，眼神里带着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心疼，有庆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来接你回家。简简单单的5个字，却像一股暖流，瞬间涌入我的心底，驱散了所有的寒冷和委屈。刚刚的风波，我不知道他听见了多少，也不知道他了解多少，但这句话让我心底一暖。原来
我还有一个家。原来，在我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还有人愿意来接我回家。林家做的准备远超我的想象。车子驶入依山傍水的林家别墅区，穿过种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最后停在一栋气派的欧式别墅前。别墅大门敞开，从门口到客厅的位置铺着长长的红地毯，两侧摆满了我最喜欢的白色香槟玫瑰，花瓣上还沾着晶莹的露珠。家中所有佣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门口，穿着统一的制服，看到我们下车，齐齐弯腰鞠躬，声音洪亮：欢迎大小姐回家。父母和哥哥齐齐盛装出席，站在客厅门口等着我。要知道，今天并不是休息日，父亲和哥哥本该在公司处理工作，母亲也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但为了等我回来，早早的就在家里准备着。母亲穿着一身优雅的白色连衣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角别着一朵珍珠花。看到我，她的眼睛瞬间红了，快步走上前，一把将我紧紧拥入怀中。她的怀抱温暖而柔软。雪晴，我的宝贝女儿，妈好想你。20年了，妈终于把你盼回来了。他的声音哽咽，身体微微颤抖，眼泪打湿了我的肩头。父亲站在一旁，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向不苟言笑的他，此刻眼眶也微微泛红。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慈爱和愧疚。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前是爸妈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以后有爸妈在，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哥哥凌晨冲我比着拳头，妹妹，以后谁敢欺负你，告诉哥哥，哥哥替你打断他的腿。那个叫陆修远的渣男，我已经让人去收拾他了。敢欺负我妹妹，我让他在京都混不下去。久违的，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江家，虽然前20年江家并不知晓我是假千金，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养，但江府私生活混乱，家里的女主人一换再换，家庭氛围冰冷又压抑。比起爱，江府给的更多的是钱。他以为只要给我足够的钱，就是对我好。可现如今，我能真的感觉到，这世上又多了3个爱我的人。他们爱我，不是因为我是江家大小姐，也不是因为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只是因为我是江雪晴，是他们失散了20年的女儿和妹妹。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碗里的菜堆得像小山一样高。雪晴，多吃点，看你瘦的，以后在家，妈天天给你做你爱吃的。谢谢妈。我咬着一块糖醋排骨，眼泪差点又掉了下来。前世，我和陆修远挤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每天吃着3块钱一碗的泡面，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肉。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天天吃上糖醋排骨。唐子轩作为将我带回家的头号功臣，被留下来一起吃饭。饭桌上，父亲和唐子轩聊着生意上的事情，哥哥时不时插几句话，气氛十分融洽。我看着他们，心里无比踏实。谈话间提到我的工作，母亲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雪晴，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要不要来家里的公司上班？妈，我还是想做我的老本行。我本来就是很成熟的制片人，做出过不少热度极高的影视剧。我相信我一定能比以前更成功。好，只要你开心就好。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家里，家里永远是你的后队。钱不够了就跟爸妈说，别委屈自己。知道了吗？我笑着点头，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出我的职业规划，就听见唐子轩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唐氏集团试一下。唐氏集团旗下的影视公司是国内 top 级的，拥有最顶尖的制作团队和最丰富的资源。即便是前世我已经小有成就，成为了业内知名的制片人，想进去也得经过一轮激烈的厮杀。不用了，我想靠自己的实力。我看过你大学时策划的那个校园剧项目，剧本写得很有新意，人物塑造也很饱满，还有你毕业时的纪录片，视角很独特，我看了好几遍。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是要试用的，试用期过不了，我不会给你开后门，一切凭实力说话。我惊讶于他竟然知道我的作品，那些都是我大学时期的习作，除了我的导师和同学，几乎没有人看过，他竟然都看过，而且还记得这么清楚。好，我去试试。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如果晚上没有接到陆修远电话的话，我今天一定会带着笑意入睡。刚吃完晚饭，我正瘫在2米宽的大床上，抱着柔软的抱枕，思考着明天入职的注意事项。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陆修远3个字。看到这个名字，我皱了皱眉，心里一阵烦躁。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将手机扔到一边，可他像是不死心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打过来。
手机铃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我被吵得心烦，想起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他配合解决。前世我们是在婚礼前一天领的结婚证，这一世应该也一样，我必须尽快和他把婚离了，彻底撇清关系，再也不要有任何牵扯。我深吸一口气，接了电话。雪晴，你终于接我电话了，咱们一起去吃饭吧。陆修远的声音带着狂喜。我订了你最喜欢的那家法式西餐厅，就是你以前一直想去但舍不得去的那家。我们离婚吧，饭就没必要吃了。你在线上预约一下离婚，1个月后冷静期过了，我们把婚离了。离婚？我不离婚。雪晴，我知道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已经接到医院的转正通知了，以后我就是正式医生了，工资会越来越高，我日后的发展会很好，我可以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你等我，等明月的孩子生了，我就和他分开，到时候我们也生个孩子，1儿1女。他喋喋不休地说着，描绘着他自以为美好的未来，可我听着只觉得无比讽刺。如果你说的无忧无虑是指有钱，那我现在已经无忧无虑了。林家有的是钱，我不觉得养别人的孩子能弥补遗憾。记得预约离婚，我挂了。邱雪晴，我爱你，我绝不跟你离婚。电话挂断的前一秒，我听见了他歇斯底里的吼声，我烦躁地闭了闭眼。冷静期1个月，他不肯离会很棘手。他那个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就很难拉回来。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隔天一早，我就联系了京都最好的离婚律师。律师事务所位于市中心最繁华的写字楼，装修简约而大气。律师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干练而专业。她了解完情况后，推了推眼镜：“江小姐，您别担心。如果男方执意不肯离婚，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只要能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一般都会判决离婚的。不过您最好先去民政局官网预约一下离婚，走一下协议离婚的流程，这样能节省不少时间。那就协议离婚吧，您可以先在网上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预约号。”我点了点头，打开手机上的民政局官网，分别输入了我和陆修远的身份证号，点击查询，系统加载了几秒，弹出一个窗口，暂无婚姻登记信息。我愣了一下，以为是自己输错了身份证号，我又仔细核对了一遍，重新输入，结果还是一样。怎么会没有？我皱着眉，自言自语道。律师也觉得奇怪，立刻拿出自己的手机，登录了律师专用的政务查询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半个小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语气带着一丝惊讶：“江小姐，查清楚了，国家婚姻登记系统上和陆修远有婚姻关系的人叫江明月，登记日期就是你们婚礼前1天。”我彻底愣住了，随即唇角不受控制的上扬。从陆修远之前的态度来看，他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江明月比他更聪明，也更狠。他早就料到陆修远靠不住，所以在领证的时候偷偷动了手脚，将新娘换成了自己。不过这样也好，省事。本来都做好了变成二婚少妇的准备，还要和陆修远纠缠1个月，这下好了，摇身一变，我还是未婚少女。我心情极好地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开车去唐氏影视上班。有前世几10年的工作经验，我做起实习生的工作得心应手。第1天上班，部门经理就把我带到了办公区。这位是新来的实习生江雪晴，大家以后多多照顾。她就是那个空降来的实习生啊，听说和唐总认识。长得挺漂亮的，不知道有没有真本事。估计就是来混日子的吧，毕竟是豪门大小姐。我没有理会他们的议论，默默地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文件。部门里的老员工王姐一直看我不顺眼，她觉得我是靠关系进来的，抢了她侄女的位置，所以她故意把一个搁置了半年的烂摊子项目扔给了我。江雪晴，这个项目你负责一下，这是之前的资料，你先看看，下周给我一个修改方案。我拿起资料翻了翻，心里了然。这个项目是古装甜宠剧《春日宴》，前世因为魔改严重，扑得悄无声息，但原著非常精彩，改回原著一定能大爆。我熬了3个通宵，重新修改了剧本，删了狗血魔改情节，还提交了选员方案、拍摄计划和精确预算。周一早上，我把修改方案交给了部门经理，经理看完后眼睛瞬间亮了，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赞赏。江雪晴，你做的太好了，这个方案比之前的好太多了。我现在就去找唐总汇报，这个项目就交给你负责了。
你担任制片人。就这样，我刚入职1周，就从一个实习生变成了项目制片人。同事们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没有人说我是靠关系进来的了。王姐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也不敢再说什么。期间，陆修选不止一次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不接，他就发肉麻的情黄，试图打动我。有一次，他甚至把他的银行卡密码都发了过来，说要把所有的钱都给我，让我跟他回家。我实在被他烦得不行，直接去营业厅换了手机号。世界终于清静了，生活忙碌且充实。每日不管我忙到多晚回家，家里都有热粥热饭等着我。母亲会给我准备好夜宵，哥哥会帮我分析工作上遇到的问题。父亲虽然话不多，但总会默默给我转钱，让我不要委屈自己。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同时心中也生出了浓浓的愧疚。前世我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辜负了亲生父母和哥哥20年，我甚至连他们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他们，好好陪在他们身边。这天我早早下班，想回家陪陪家人。刚走出公司大楼，就看到陆修远捧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站在门口。他瘦了很多，眼底布满了红血丝，下巴上长出了青色的胡茬，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看起来憔悴不堪。看到我出来，他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急忙迎了上来。雪晴，情人节快乐。他把玫瑰递到我面前，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我买了你最喜欢的话剧门票，是那个经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咱们一起去看吧。路过的同事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还有人拿出手机偷偷拍照，小声议论着。陆先生，你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不要再来骚扰我。雪晴，你知道的啊，我们才是受法律保护的夫妻。放手，听到没有？我跟你保证，等明月的孩子生了，我就跟他彻底了断。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爱的一直都是你。一起生活了一辈子，我第一次觉得他如此天真。同为孩子父母，怎么可能彻底了断？只要有孩子在，而且他连自己到底和谁结的婚都搞不清楚，真是可笑。江雪晴，你要不要脸？趁我怀孕抢我老公！江明月抚着刚显怀的肚子，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孕妇裙，头发凌乱，脸色苍白。还不等我反应，她就扬起手里的名牌包，朝我脸上狠狠砸了过来。我下意识地闭上眼，预想中的疼痛却没有到来。一只温暖的大手揽住了我的腰，将我紧紧护在怀里。我睁开眼，对上了唐子轩深邃的眼眸。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此刻正用身体挡在我身前，冰冷的眼神看着江明月。你们想对我女朋友做什么？唐氏集团独子唐子轩。这位女士，请你立刻放下手中的包，否则我会让律师以故意伤害未遂起诉你。江小姐，你是说我女朋友抢你的老公？分明没有任何嘲讽意味，但看戏的人却不自觉笑出声。唐子轩未出现前，陆修远还勉强称得上一表人才，但如今唐子轩站在那里，陆修远自己也察觉到了差距，不自觉地放下了拿着花的手，脸上露出了自卑的神色。他完败。唐子轩亲昵地揉了揉我的头发，语气温柔的能掐出水来。我1个月前就在望月阁定了位置，一起去吃。他眼神太过真挚，以至于我差点相信他真的提前1个月就订了餐厅。见我不说话，不想吃也没关系，我还准备了别的惊喜。说着，他揽着我就要往外走。站住！江雪晴，你以为你随便找来个男人演戏就能糊弄过去？她是我的女朋友，请你让开。他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婚礼的花絮视频。大家看看，这是谁？穿婚纱站在我的婚礼上，你还说你不是来抢婚的？视频里的人确实是他，但那天他是去试任清燕的厨夫，不是你的婚礼。1个月前，你穿着婚纱出现在我的婚礼上，你说那是你为任清燕准备的礼服，我信了，你不是想抢婚。可现在1个月过去了，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可以回江家，我和修远会给你一口饭吃的。他穿的确实是婚纱哎，这不是想抢婚，是想干什么？我没理解错吧？假千金想抢真千金的男人，也太不要脸了吧！他都抢了人家前半生的人生了，还不够吗？真千金也太可怜了，还怀着孕呢。就是赶紧离开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这他妈够了，我们的事儿轮不到你们评价。
他视线扫过围观的众人，眼神里带着一丝恼怒。接着，他深情款款地望着我：“雪晴，如果你真的没有找到亲生父母，不用强撑。我现在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我可以养你。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这是任清燕的邀请函，下周6希尔顿酒店，届时你会亲眼看到他的亲生父母。这是我女友任清燕的邀请函，之所以拖了1个月，是因为家里很重视，想好好准备。下周6晚在希尔顿酒店，欢迎各位赏光。届时你们会看到他的亲生父母。至于某些人的质疑，不攻自破。你已经有老婆孩子了，还请自重。如果我再发现你骚扰我女友，我不介意帮你认清你们之间的差距。我老公骚扰你女朋友，你眼睛瞎了吗？是你女朋友自己穿着婚纱跑到了我的婚礼上，她什么居心还用我明说吗？我劝你还是擦亮眼睛，不然什么时候被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不说话了？我从唐子轩身后绕出来，刚要发火，头上却突然落下一个温暖的大掌。唐子轩安抚地冲我笑了笑，眼神里带着交给我的意味。我来。下一秒，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点开了一段监控视频。视频画面清晰地显示，从下午4点开始，陆修远就抱着那束玫瑰花蹲守在公司楼下。从下午4点开始，他就抱着花蹲在这里。你老公骚扰谁，还用我说吗？期间有好几个同事从他身边经过，他都视而不见。还是说你需要我调取一下你老公最近1个月给我女友发送的几百条骚扰断信，当众念给大家听听？还有，你说的婚礼真相是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陆修远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心里比谁都明白。我不点名，是不想让我女友再跟别的男人扯上任何关系，脏了她的耳朵。现在带着你的老公离开我的公司，不然我会让保安请你们出去。顺便，我想江总应该还很想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外面是怎么给他丢人现脸的。我就说嘛，人家和男朋友感情这么好，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儿？对啊，明明是他先生主动来找人家，他怎么能反过来冤枉人呢？是啊，还是先回去吧。就是，赶紧走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江明月气得浑身发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修远，我们走，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跟我回家好不好？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只爱你一个人。唐子轩上前一步，将我护得更紧，眼神冰冷地看着陆修远。请你离开，不要逼我动手。这时，公司的保安也赶了过来，站在唐子轩身后，虎视眈眈地看着陆修远和江明月。陆修远看着唐子轩强大的气场，又看了看周围人鄙夷的目光，终究还是不甘心地跟着江明月离开了。唐子轩放开了揽着我的手。抱歉，刚才没经过你同意就说你是我女朋友。我摇了摇头，真诚地说：今天谢谢你，改天我请你吃饭。好。他笑了笑，眼睛弯成了月牙。不过收了礼物再走。礼物？一个穿着骑手服的小哥骑着一辆粉色的摩托车停在了我们面前。唐总。我看着眼前这辆粉色的摩托车，前世我去参加车展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它。它的线条流畅，颜色粉嫩又不失帅气，简直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但当时我和陆修远刚毕业，手里没什么钱。后来我攒了很久的钱，终于攒够了买摩托车的钱。但陆修远说他上班太远，挤公交不方便，需要一辆车。我想都没想，就把攒了很久的钱给陆修远买了一辆代步车。再后来，我听说这辆限量版摩托车被一个神秘的男玩家收藏了，我当时还感慨，没想到一个大男人会喜欢这么粉嫩的颜色，真是闷骚。没想到竟然是他买的吗？我生怕夺人所爱。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本来就是买给你的，那场车展我恰好也在，看到了你盯着它看了很久，我就知道你喜欢。那时候我还没回林家，甚至还不认识他。他从那么早就开始准备了吗？看出我眸中的诧异，他解释道：没多少钱，两手准备嘛，万一你没嫁人，就还能送出去。我震惊地看着他，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所以前世这车也是他买来送我的？那前世婚礼那天的电话，他打来不是为了祝福，他是想来抢婚？我晃了晃脑袋，不敢再想下去。不可能的，我们之前明明没有什么交集，他怎么会喜欢我这么久？一定是我想多了。他拔了车钥匙扔到我手里，笑着说：介意带我兜风吗？我还从来没坐过女生开的摩托车。我尴尬一笑，摸了摸鼻子。
我爸妈还在等我吃饭。然而下一秒，我的手机就叮的一声，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是母亲发来的，附带一张她和父亲的合照。照片里，母亲挽着父亲的胳膊，笑得一脸灿烂。配文是：宝贝，我和你爸出去过情人节了，烛光晚餐，2人世界，你和子轩好好玩，不用管我们。我抬头对上唐子轩的视线，他有些心虚地移开视线，耳尖微微泛红。他向来一板一眼，成熟稳重。我还是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这种心虚又可爱的表情，我竟然觉得有点可爱。我翻身上车，扔给他一个头盔，坐稳了，我开车很快的。他接过头盔，戴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我身后。一个急转弯，他下意识地环上了我的腰，温热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衣衫传来，他的胸膛紧贴着我的后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脸颊不受控制地红了。摩托车一路疾驰，穿过繁华的街道，最后开到了环山公路的山顶。夜幕已经降临，山下的城市灯火璀璨，像一片星海。晚风拂过我的脸颊，吹起我的长发，带着淡淡的青草香。我们靠在车边，拿着冰镇啤酒碰杯，啤酒的泡沫在杯中翻滚，冰凉的液体滑入喉咙，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他看着远处的灯火，突然开口：其实我之前很羡慕陆修远。我诧异，转头看着他，羡慕什么？羡慕他能得到你那么炙热那么纯粹的爱。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感情都掺着利益，你这样的爱太稀缺。不过好在他不珍惜，我还有机会。我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心里乱成一团麻。刚结束一段长达60年的感情，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进入新的恋情。我没有接话，只是默默地喝着啤酒，他也没有再逼我，只是静静地陪在我身边。山顶的风很凉，却吹不散我心里的暖意。自那天一起夜骑之后，唐子轩开始光明正大地追求我。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公司楼下接我下班，他会变着花样给我送早餐和下午茶，都是我喜欢的口味。我熬夜改剧本，他就陪在我身边，给我端茶倒水，默默处理自己的工作。我去剧组探班，他就推掉所有的工作，陪我一起风吹日晒，帮我解决各种麻烦。他从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他的爱都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转眼到了认亲宴这天，如唐子轩所说，很隆重，几乎整个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请了过来。宴会厅更是金碧辉煌，处处透露着贵气。我更是盛装出席，身上穿的礼服是知名设计师的封笔之作。父母将我隆重地介绍给众人。站在台上，我清晰地看到了陆修远那震惊的眼神，以及江明月恨不得将我撕碎的咬牙切齿。我从舞台上下来，母亲说要跟我介绍几个叔叔阿姨认识。我们刚在一个贵妇面前站定，突然陆母拦住了我的去路，她握住我的手：雪晴啊，阿姨一早就看出来你是个好孩子，阿姨还是很满意你这个儿媳妇的。你们那么久的感情，说算就算，多可惜。哪来的小门小户，也配和林家攀关系？说着，他将自己儿子推到我面前。雪晴，你看看我家博荣，他和你年纪差不多，刚从藤校毕业。如此猝不及防的相亲，我有些尴尬，正不知如何拒绝时，耳边突然响起一道老人的声音：我看谁敢撬我的孙媳妇！爷爷，雪晴还没答应我呢。自那天一起夜骑之后，唐子轩一直在向我示好，他很好，但我还没做好准备，爷爷却不管那些，先培养下感情也挺好。说着就把唐子轩推到了我眼前。眼下这么多人看着，我自然不会落了他的面子。我跟着唐子轩正要离开，陆修远突然冲了出来：雪宁他已经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他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个红本。江明月见状，连忙捧着大肚子要拦。修远，这么多人在，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的面子？但陆修远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摊开了结婚证。雪晴，我知道你生气，但我们已经领证了，不是吗？众人哗然。我笑，拿个假证就要来污蔑我，不怕我告你诽谤吗？雪晴，你怎么能说这是假证呢？因为官网上查不到啊。他不信，当即拿出手机就要查。我好整以暇地等着，他信誓旦旦地操作。看到官方政务平台上的结果时，傻了眼。怎么会？我适时提醒，要不你查查和江明月的婚姻关系呢？输你的身份证。输入，查到了。陆修远，你太不了解女人了，没有一个女人会大度到跟别的女人共享老公。陆修远傻了，他呆呆地问：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抢走他的一切，都是他，我才会在孤儿院长大。如果不是他，我从一出就是江家高高在上的小姐。关键时刻，唐子轩再次挡在我的身前。江小姐，
我想你恨错了人，你会在孤儿院长大，多亏了你有一对好父母。唐子轩说出了江明月悲剧人生的开端。原来当初江父在江明月生母怀孕时出轨，江母生下江明月后心如死灰，同时他也恨自己的女儿，认为如果不是要生他，江父就不会出轨。为了报复江父，他偷了同一个医院的我，放在江家的婴儿床上，同时他将江明月放置了孤儿院门口。接着他留下一封遗书，自己跳江自杀。他希望他能用这种方式让江父记住他一辈子。可事实是，江父在他头七还没过的时候，已经迎娶了心腹进门，众人一片唏嘘。江明月也傻了眼，怎么会？他难以置信，他竟然报复错了人，他疯了般的跑了出去。陆修远没有追，只是呆呆的看着我。雪晴，你相信我，我不知道他在结婚证上做了手脚，我一直以为和我结婚的是你。雪晴，孩子我不要了，你跟我回家好不好？唐爷爷此刻出口：雪晴，你可不要被别人几句话蛊惑了，我们家子轩对你可是一片痴心。我看了眼挡在我身前的男人，主动伸手握住了他的手。雪晴，你清醒一点，唐家可是豪门，没有人能接受你生不了孩子，人家爷爷还等着抱曾孙呢。哼，真当我是老古董？宴会结束，我还要坐我孙媳妇的机车去兜风呢。陆修远和陆母最终被赶了出去。我和唐子轩婚礼那天，恰逢江明月生产。陆修远身为孩子的父亲，没在医院守着，反而来了我的婚礼。我和唐子轩手挽着手站在门口迎宾。如果你日后介意雪晴不能生产，请你不要伤害她，把她还给我。唐子轩握紧我的手。女人能不能生，男人很重要。陆修远错愕地低头盯着我微隆的小腹和脚上的平底鞋。你怀孕了？我点头。他脚下踉跄，紧急跑回了医院。后来我听说陆修远回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亲子鉴定，果然孩子不是他的。你毁了我一辈子！分明是你贪心，既要又要，鸡飞蛋打。他和江明月彻底离婚。此前江明月伪造证件的行为已被民政部门系统比对核查发现，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罚款，其伪造的结婚证自始无效。江明月被拘留，江家当年的丑事闹得人尽皆知，江家的生意受到影响。江父大怒，没有捞江明月。江明月从监狱里出来，还断了他的生活费。江明月不得不四处打工维持生计。陆修远没了江家的助力，他在医院举步维艰，后来因为手术失误被医院开除。他想跟前世一样做回之前的老本行。他开整形医院，却发现根本没有顾客。他这才意识到，前世他所谓的那些辛苦根本不值一提。陆母见识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不想生活水平下降，竟然把陆修远介绍给同他差不多的女富婆。陆修远彻底后悔了，他同陆母反目成仇，每月仅给法定规定的最低抚养费。陆母生活惨淡。与此同时，我制片的剧上献祭大爆，我的宝贝也出生了，龙凤胎。这一世我圆满了。